我们用2集来说明最纯正光呼吸的操作方法，看看2500年前老师是怎么指导光呼吸的。大家好，我是你好阿涵，只跟您说不忽悠，可实践的正念冥想，何以解忧，唯有阿涵。我们继续讲中阿含念处经。另外，比丘们，什么是如实觉察身体呢？比丘们，入息时明明白白知道入息，出息时明明白白知道出息，入息长明明白白知道入息长，同样出息长知道出息长，入息短知道入息短，出息短知道出息短。光呼吸第一步，自吸入，自吸出。吸指呼吸的过程，包括呼吸的出入、停止、转换。呼吸停止的阶段就是止息。吸气时心里说入，呼气时心里说出。第二步，知息长短，气息的时间长短也如实知道。呼气的时候气息长，心里说出长；气息短说出短。吸气的时候气息长，心里说入长；气息短说入短。这2步的关键在于，观察的专注点并不随着呼吸出入，只是轻轻保持对鼻腔气息出入的觉知。就像门口的保安，不随呼吸出入而跑动，只守在门口，保持观察，如实的观察气息会变化，有时候会发紧，有时候会变得轻盈，乃至气息可能只是轻轻到达鼻腔就消失不见了。不要害怕，轻轻安住，继续保持观察就好。重点是保持对呼吸出入和长短的观察。念头再起，呼吸又会起来，继续保持观察。如果发现自己走神，心不在焉了，或者弄错了，乃至于打哈欠、流眼泪什么的，都轻轻拉回来，继续专注就行。呼和吸，长和短的状态都非常清晰，没有弄混弄错，保持如实觉知，这就是念觉知。稳定之后要转到下一步，知道灵活转换所缘，这就是折法觉知。很多人练习观呼吸或者修其他的内容，只知道要坚定所缘，不能改变。道理是这样，只是不是完全不变，因为会遇到很多情况，不同阶段要有变化，否则会很累，或者会睡着，或者无法深入。就像跑步，起跑是一个状态，中间是一个状态，冲刺是一个状态，不同阶段使用的力量和技巧是不一样的，需要调整。这些我们已经讲过很多回了，别以为这浅显易懂，不少人操作起来还是觉得有难度。难在哪里呢？第一观察呼吸就容易去控制呼吸，这是绝大多数人都会遇到的问题。怎么办呢？2办，发现自己在照做，在控制，一步步放松。开始的时候多多少少都会照做，或者憋气，或者使劲儿，总觉得得做点什么，有点不一样才算用功。就像刚开始学习打篮球，开始运球控球都会显得笨拙一点，而且还喜欢耍酷。只要经常正确的练习加上放松，熟练之后，篮球就像长在手里一样，随心所欲。这里的要点就是专注和放松，不要控制呼吸，不要刻意深呼吸，也不要故意去闭气。发现了，提醒自己放松，让身体自然呼吸，自己只要做到放松就行，死不了。你完全不去控制，身体自然也会呼吸。我们的身体有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，交感神经主要负责人体紧张状态时的生理调控，遇到应激情况下的神经和体液调控。刺激交感神经能引起心跳加强、加速，血管扩张，活动能力增加，内脏和皮肤末梢血管收缩等。而副交感神经主要维持安静状态下的生理需求。副交感神经活跃时能引起心跳减慢、消化腺分泌增加、瞳孔缩小、膀胱收缩等反应。简单说，交感神经活跃通常是我们白天时清醒的状态，副交感神经活跃通常是我们晚上入睡后的状态。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都可以影响呼吸，即使我们完全不管呼吸，比如进入深度睡眠，副交感神经会接管呼吸，你放心，不会死的。不需要你刻意控制，
你只要专注如实观察就行。第二，我们习惯了感官刺激，观呼吸显得有些无聊，可能一小会儿就困了，或者想刷刷手机，或者想想别的事情。要注意，感官刺激其实是一种躁动，比如你听惯了音乐，没有了音乐就觉得缺少了什么。这种瘾头和烟瘾是类似的。还有明明不饿就想吃点东西，想刷刷手机，想看电影，想说话，还要对思考上瘾，无法停止思考。这些其实都是苦，都是瘾的一种体现，所以大多数人无法寂静。那观呼吸会不会变成一种瘾呢？也算是，但这可以让自己随时安静下来，不再躁动，是由内往外的幸福感。相比普通人，习惯了观呼吸的人更喜欢安静和独处。这是第3和第4步。学一切生息录，我们参考下大念处经。学就是觉知，一切生息录，专注在吸气的整体过程，比如在走路时开始要注意肌肉的发力、提起、放下，分别的力度比较大。这又像开车的时候打的是近光灯，稳定之后只要注意整体，分别的力度再放松，部分工作交给惯性处理，同时保持觉知。这就像开车的时候打的远光灯，注意力放在全身，吸气时很放松，轻轻坐意在全身，能感受到气息遍满全身，乃至到脚底，到每个毛孔。止身行息路是寂静身形，去除了粗大的烦恼，去除了五盖，五盖去除了，才可能入定，在欲界没有定。学止身形息出，这里的原文是学止口行息出，是错的，自己改过来。接下来是觉知入息，注意力放在全身；觉知出息，注意力也放在全身。觉知去除五盖，寂静身形而入息；觉知寂静身形而出息。后面略。对应的操作，第3步知息变身，还是自然的呼吸。吸气的时候，心里说变身；呼气的时候，心里说变身。像这样反复，一直到身体稳定。这又到了第4步，除诸身形。对于大多数人来说，去除五盖的过程可能不会这么顺利，因为我们每天都要思考很多，也接受很多信息，所以想安静下来，各种事情都会自动浮现出来，也会习惯性浮想联翩。怎么办呢？这里的除就有调整的意思，你先要有调整的方法。总的来说有3种方法。1. 标记法，轻轻提醒自己现在真正的所缘。我们提过好几次，并不复杂，但很好用。当我们在专心做一件事，不管是冥想、工作或者学习，脑海里出现一些念头，这些念头在牵动注意力转向。这时用1、2个字标记这些念头，这样做就能跳出这些念头引发的思维惯性，转而观察这些念头本身。比如你在看视频，突然有什么声音让你分神了，你想去弄清楚是什么声音，心里先提醒听，这样就能看清楚自己想分神的欲望，然后判断是去弄清楚是什么声音，还是不管，注意力继续回到视频上。特别是很多习惯性冲动的行为，比如抽烟，想看看有没有人发信息，想刷朋友圈、刷视频，看有没有人点赞和回复，还有欲望冲动等等，都提前标记，认真觉察自己的言行举止，保持正念。你很快就能发现，在没有保持正念的情况下，自己就像疯子一般乱冲乱闯。标记法开始训练时，可能要过好几分钟才能发现自己分神了，后知后觉。没关系，这就是一项技巧，熟能生巧，慢慢分神会越来越少，而且觉知力会越来越强。非常多的脑科学研究机构花了很多时间、金钱和设备来验证这个作用，结论是非常有效，包括对戒烟、各种瘾头、防止走神都非常有效，拿走不谢。2. 回到初步的自吸入、自吸出、自吸长短，这好理解，
轻轻把注意力拉回来，回到第一、第二步，不用做其他任何处理。拉回来的时候，在注意力上稍稍加点力量，这是最直接的龙先宝珠，犹豫不顾。3. 可以转修对治的方法，这是针对反复出现的烦恼，比如对性、食物的欲望，或者容易生气，都有相应对治的方法，像念死、慈心、喜心、舍心，这些都已经做了相应的专题，是武器库里的常规武器。要注意的是，练习的时候不能求快，一步步稳定扎实下来，反复练习熟练之后，再继续往上走。有的人在定力培养方面能力更强，有些人在慧光方面能力更强。你就是你自己，有自己的特点，不用跟别人攀比。不是你进入4禅才牛，也不是你无法进入2禅就不行。定慧是共同进行的，如果急于求成，这本身就是障碍。在处处身形的过程中，可能会出现哈欠、流眼泪、昏沉的状态。不管这些状态，继续专注在呼吸上，就像飞机升空的时候进入对流层，出现颠簸，保持警觉，保持精进，继续升空，马上就进入平流层了，喜乐就能产生。坚持到这一步，就能去除身体的种种障碍，去除粗大的欲望等五盖，身心越来越安稳。大念图经有个比喻，工匠师徒干活，转大圈时，如实知道我在转大圈，转小圈时，如实知道我在转小圈。这个比喻是说明第一和第二步的自细入、自细出、自细长短。第3步也有一个比喻，锅炉工用皮囊给锅炉鼓风，皮囊就是皮老虎，现在少见了，功能类似于气吹，去除相机镜头灰尘。皮囊充满了，如实知道皮囊充满了，皮囊空了，如实知道皮囊空了。这个比喻对应知悉变身非常恰当。第4步就像洗脏碗，开始的时候用洗洁精和干湿球使劲刷，整体刷完之后再用抹布去除细部的污垢，最后再用水冲洗干净。这里有力度的调整，也有工具的调整，慢慢从粗到细。对色身香味触的贪爱，这就是污垢。先从自细出入、自细长短去除，再从自细变身，除除身形，去除更细的污垢。像这样，如实觉察自己的身体，如实觉察别人的身体，如实总体觉察自己和别人的身体，这样觉察身体而安住，或者觉察身体升起的现象而安住，或者觉察身体消失的现象而安住，或者总体觉察身体升起和消失的现象而安住。这一段反复出现，有些人不太理解怎么操作。所缘在不同时候观察的对象不一样，有时候要观察自己，有时候要观察别人，有时候要总的观察，有时候要观察自己的不净和白骨，这是去除对自己的执着；有时候观别人的不净和白骨，这是去除对别人的贪爱；有时候要观自己的心念，有时候要观别人的心念。别人的心念怎么观呢？在沟通交流的过程中，对方的喜怒哀乐会通过眼神、表情、言语还有各种特征表现出来。定力越强，能感受到的就越细微，这样就能调整自己的沟通方式，是日常中经常要运用的方法。到这里，恭喜你进入了初禅离生喜乐。离生喜乐就是远离欲界的欲恶不善法，远离五盖而生喜和乐，又称离生喜乐地。工欲人，手法娴熟的搓澡师傅。澡豆指古印度洗澡时用的豆粉，作用相当于现在的香皂和浴液。气沉澡豆，水活成团。古印度洗澡比较隆重，至少半个月才能洗一回，跟过节似的，所以洗澡有专门的搓澡师傅。洗的时候，先用器皿装着澡豆粉，和上水揉成团，开始搓洗。另外，比丘们，什么是如实觉察身体呢？离生喜乐，就像用水滋润全身，由于离开了欲界的欲恶不善法，喜乐充满全身。就像洗澡的时候，搓澡师傅先用器皿装着澡豆粉，和上水揉成团，然后在身上洒水，开始搓洗全身上下，没有遗漏。哇，好舒服！这比喻很棒，后面是类似的，略过。具体怎么操作，我们再看一下中阿含164经分别光法经，这里介绍了各禅各支。初禅有5支，5支就是有5个特征：
寻是喜乐，心一尽兴。寻似，出场有寻有似，在就义中就是有决有关。寻指寻觅，似指视察等待，稳稳把握住所缘，走神了知道找回来，这就是寻。如果没有走神，就稳稳地把持住，这就是似。寻视是粗大的想法和念头，粗大到能通过语言表达，所以寻似也称为口行。每个人都有身形、口行、意行，这就是行。由意行升起口行和身形，灭了寻视也叫灭了口行，起了寻视也叫起了口行。比如数息法是从1数到10，再从10数到1，粗大的数就是寻。数的时候要静静观察等候，这是似。数完息稳定以后就是随息，不再数了，再数就乱了，只是轻轻随着，这就是从有寻有似到无寻无似。比如开车，寻就是开导航、启动、加速、转弯等粗大的动作，似就是轻轻延续并保持，这就是有寻有似。一旦开上了笔直的高速公路，而且路上很少别的车辆，一切就只是轻轻带着，不用再思来想去，这就是无寻无似。这是比喻，真正开车的时候就是专注开车，不能修订，太危险了。再比如敲钟，寻就是敲钟时咚的一下，似就是咚的一下之后再温温的余震。无寻无似就是这些都不需要了，只是静静安住。很多人修的是持名号或者咒，名号就是所缘，这时候是有寻有似。当持名稳定以后，就要放下名号，持而不持，不持而持，这就是无寻无似。去除了寻似，同时保持正知正念。这里的寻视是做什么的呢？就是为了把握所缘，突破五盖，就像攀岩时的抓手，开始的时候必须牢牢抓住才能上去。喜乐，初禅的喜乐发自于离开欲界，破除五盖。喜指的是物质身体的畅快，乐指的是精神上的愉悦。初禅时的喜乐是由于离开欲恶不善法而身体轻安，前面已经通过洗澡的比喻来说明了。心一尽兴就是心和所缘稳稳融合了，稳定了，入定了。所以第5步受喜，第6步受热，这2步其实是同时的。观察身心的轻松愉悦，越发的空宁，如果持续，喜乐就会持续增长。对应的第7步觉住心行，对于心行保持觉察。心行是意识上跳起的种种细微和概念的思考，比如路短这2个字是2个概念，文字又组成句子，这个句子就包含着思考和决定，发起语言和行动，这就是寻似。当我们出现杂念或者昏沉，喜乐会消散，身心变得出众，这个时候要调整，方法还是上面处理走神的3种方法，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来使用。从这个阶段开始，可能会看到种种光或者影像，身体会有种种感受，不要觉得好奇，这些都是大脑上千亿神经元的电信号，提醒自己的感受，比如看到光就提醒光，然后回来继续安住所缘。有的宗派很强调这些光影残像，还有的强调气脉，都是故弄玄虚。这里一定要注意，如果因为好奇追逐这些影像和感受，容易出偏。阿含的内容我们已经讲了不少，大家应该有个总体的感受。老师讲法非常简洁朴实，没有这些神叨叨的内容。残像和气脉在阿含和4部里都没有提到，至于其他书里提到不做评论。能确定的是，既然2500年前没有这些正果的那么多，现在知道各种概念的人士多了。有些人，哇，我看到光了，哇，我心轮动了，哇，我人脉通了，哇，你个头！障碍没少，反而更多了。但不否认有残像和气脉的现象，既然原来没有强调这些，而且更有效，我们就不节外生枝，越简洁越清晰，如非必须，勿真实体。想在定中进一步提高，必须放下，不去研究这些光影感受。当我们不去关注它们，它们自动会变化消失，这就是初禅的状态。如果没有精通冥想的老师的指导，普通人在专注时，有的也能到达初禅。目前西方流行的正念冥想，最高也大都只是到达这一步。很多人认为冥想也只是这样了，
其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欢迎来到二禅定生喜乐。我们参考下禅部的内容。二禅是靠定的力量进一步产生喜和乐。二禅和初禅都有喜乐，有什么不同呢？我们重点看和初禅不同的地方。初禅类似于洗澡时有人给你搓澡，二禅类似于你泡冷泉或者温泉，这水一边从上面洒下，同时也从池里涌出，身体泡在这池子里边，感觉每个毛孔都张开了。哇，通体非常巴适。二禅的喜乐比初禅更为细腻、更透彻，不需要人为造作。在操作上是什么区别呢？这在中阿含164经中提到了。二禅有4支：内等静、喜、乐、心一静性。二禅和初禅的喜乐区别上面已经说到了，心一静性是一样的。内等静就是无寻无伺，就是这里的觉观已息，内静一心，无觉无观。初禅到二禅要舍弃寻和伺，达到心沉静的状态。寻和伺都比较粗大，就像分级火箭，随着升空把不必要的东西一级级舍弃，舍弃粗大的思绪，更加简单直白地稳定在所缘上。这个时候我们平常的思维和逻辑都是障碍，一时进行思维和逻辑分析，寻伺就起，就有心语和口语。不把这些放下，无法进入二禅。为什么要停止思考呢？不是停止思考，这里是练习暂时把思虑放下，让自己休息。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失眠？就是因为无法放下思虑。放下以后，我们就能看到，原来伤害我们的、困扰我们的、让我们焦虑的，并非事物本身，而是我们对事物的看法，比如对社会、事业、家庭、孩子、健康的看法。放下这些思虑，就是大家经常听说的不分别。必须要说明的是，不分别不是道，否则我们直接当石头就好了。多吃几片安眠药不来得更直接省事儿。如果停止思虑就是道，那植物人都是道了。不分别是当自己陷入思虑的困境，当自己愤怒、焦虑、忧郁时，当我们身心过载时，先按下暂停键。就像开车的时候，到处都是迷雾，最明智的方法是先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待着，等着迷雾散去之后再行动。我们在生活和工作中会有无数的问题和挑战，当我们充分休息之后，因为没有了焦虑和各种烦恼的迷雾，加上各种神经递质的帮助，我们往往能看得更清楚。有时候一天下来焦头烂额，睡一觉之后发现很多问题都能迎刃而解。暂时的放下思考是为了看清事物的本质，找到更佳的方法。这样练习的目的是为了得到身心的自由，该提起的时候提起，该放下的时候放下。经常练习就能知道，就像一只长时间被关在笼子里的鸟，突然从笼子里飞出来，那种畅快，那种自由，没办法用语言来形容。所以第8步，除诸心行。除就是去除、放舍，随它去，不分别，念头越来越少，都一并舍去，轻轻安住。好，今天就到这里，大家操练起来吧。感恩老师，感恩诸位阿罗汉，感恩大家花时间听法思维，练习观呼吸。愿各位每天都保持轻松愉悦。欢迎大家关注公众号你好阿含，只跟你讲不忽悠可实践的正念冥想，何以解忧，我有阿含。欢迎点赞转发关注，欢迎加入频道会员，把视频传播给更多人，会让您平安吉祥，一切顺利。谢谢。